在全世界都在关注俄乌战场的时候，美国早就已经将欧洲武装成战争堡垒了。谁能想到，短短几个月的时间，美国就在欧洲进行了大量的军事部署。就像炮弹这样的单一武器，美国就给了欧洲100万枚。另外还有6万3000多套反装甲武器，6000多万发子弹，200多套火炮系统，1400多套防空系统，40余套雷达以及其他武器装备，共计8万余吨。这些武器装备一部分送给了乌克兰，还有一部分给了驻守在欧洲的美军部队。事实上，美军的军事部署还远远不止这些。从1月份开始，美军就已经开始向欧洲运输人员和装备，至少有16000名美国士兵进入了欧洲地区。也就意味着，美军在开战前1个月就已经预感到了乌克兰会有大的战事发生，因此就已经着手武装欧洲。在10月份，大名鼎鼎的101空降师也派到了罗马尼亚境内，距离乌克兰边境仅5公里。这可是一支整编的空降师部队，能够随时进入乌克兰作战，并且早就喊出了随时和俄罗斯作战的口号。而在今年年初，美国陆军还将第82空降师部署在波兰。目前这些士兵正在积极进行军事演习，并且都做好了加入乌克兰战场的准备。今年以来，美军向欧洲派驻的部队全部是美国陆军的王牌快速反应部队。美国还打算在德国重启冷战后终止的陆军战略核部队，也就是第56炮兵司令部，计划部署美军最新的暗鹰高超声速导弹。这个导弹的射程接近5000公里，算得上中程导弹里面的拉满级，并且还可以携带100万吨级核弹头。除了陆军出动许多精锐以外，美国海军近期也开始了频繁调动，目标同样是欧洲地区。美国最先进的福特级航母也将进行部署，预计将在11月中旬抵达欧洲，同时还会与同在大西洋的其他北约国家展开联合军演。除了福特级航母进行部署以外，美军尼米兹级航母也一直在地中海区域游荡。当双航母舰队都出现在欧洲地区，也意味着美军在这里的军事部署已经升级到了战区级别。而双航母都搭载了大量的 FA-18EF 超级大黄蜂与 F-35C 隐身战机，或许还会起降意大利与英国的 F-35B 战队，并且还会配备巡洋舰与阿利伯克级驱逐舰。除了这2艘重型航母，美军也在西班牙部署了8艘驱逐舰，在意大利部署了潜艇和其他舰艇补给基地，就连黑海方向都出现了美国的攻击型核潜艇。美国想与核大国作战，巡洋舰与驱逐舰的主要任务是拦截防守，依靠舰艇上宙斯盾系统管控的多型标准系列导弹，另外还有密集阵。而海军的攻击任务主要就落在了核潜艇上。巡航导弹、核潜艇、多型攻击潜艇主要发射战术导弹，并追踪攻击敌方水面和水下舰艇。再就是航母舰载机承担一部分的进攻任务。除此之外，还有战略核潜艇。毫无疑问，美国海军已经在欧洲部署了大量武器，而2个航母战斗群的部署也恰恰说明了2点。一方面，美军想最大程度对俄罗斯施压。原本福特号航母就属于美海军第2舰队，多年来一直被看作是美国用来针对俄罗斯的一大舰队。从奥巴马执政开始，美国战略中心就逐渐朝亚太地区偏移。可即便如此，美军却也从未想过放弃在欧洲的军事部署。另一方面，则是美国中期选举在即，为了预防一些不确定的因素，从而提前部署强大军力，震慑压制，提前高强度战备。而美国空军的行动比陆军与海军更加激进。空军打算在今年12月份之前将 B-1612 战术核武器部署到欧洲，扩大欧洲的核武库。这种核弹可以由 F-35、F-22 携带，能够对集结中的敌军进行毁灭性打击，再加上隐身战机投放，威胁性非常高。不仅是美国在加大军事部署，北约其他国家同样也在进行。在俄罗斯对乌克兰开战之前，德国便将一个重装旅部署到了波兰，靠近白俄罗斯边境。另外，在乌克兰边境，英法也在波罗的海国家部署了汉佐昂加部队和特种部队。就连乌克兰境内，英国也派遣了专业军事人员以及大量军事武器。
名义上，这些英国专家是在训练乌克兰士兵，实际上是在帮助乌军出谋划策。就比如之前参与袭击俄罗斯黑海舰队，事实上，顿涅茨克的武装力量官员指出，已经在乌克兰前线发现了北约士兵的身影。这些士兵几乎已经不再掩饰自己的身份了，他们直接身穿北约士兵军装，上手操纵海马斯火箭弹这样的军事武器，对俄军目标和最重要的基础设施发动精确打击。美军海陆空积极向欧洲调兵遣将，北约各国也在进行军事部署，不得不让人怀疑，美国以及其他北约国家是不是想下场参战了？毕竟这场战争已经打了太久了。按照美军以往的战略构想，一旦俄罗斯选择全面进攻欧洲，美军第82空降师与101空中突击师这2支轻装快速反应部队将会在几个小时内向东欧部署，借助防御工事来抵御俄军的装甲机群突击，为美军重装部队的集结与调动争取时间。别看美国现在只是将武器援助给乌克兰，在乌俄战场关键时刻，谁也不能排除美军直接参战的可能性，因为美国完全具备了这样的能力。而且101空中突击师部署在罗马尼亚的意义，就是保护北约不受俄乌战争冲击，同时也是为了防止俄乌战争升级或者对北约进行攻击。甚至这支部队的师长还表示，目前师指挥部的位置可以让101空中突击师在第2天就迅速进入战斗状态。如果俄乌局势升级，他们还打算随时越过边界进入乌克兰境内。而且101空降师一直在密切关注俄军，并以俄军为练习目标进行演习，完全模拟战争中发生的事情。而且美国众议院也提交议案，要求拜登授予军事力量使用授权书，希望能在乌克兰发生生物战或者核战的时候，部署在欧洲的美军可以直接出兵前往乌克兰参战。同时，如果出现必须由美国介入的情况，美军必须做好准备。这句话中的必须由美国介入的情况，官方并没有给出具体解释。早在2月份，美军就已经在欧洲部署了超过9万名士兵，现在又增派了 1.6 万人。现在美军在欧洲的军力已经超过10万大军，有美军运输司令部的数百架大型运输机、400余艘运输船的支持，足以支持美军在欧洲进行一场10万人参战的战役。而且美英都已经正式承认，两国都有部分军事人员在乌克兰境内。不过按照两国的说法，这些人员只是负责对援助乌克兰的武器进行追踪，防止这些援助进入武器市场。不过，美军运输的这些装备对俄军进攻力量具有很大的针对性。数量庞大的单兵反装甲武器以及便携式防空系统，可以有效遏制打击俄军地面装甲集群和空中突击集群。截止到现在，根据乌克兰公布的战绩，乌军凭借这些单兵装备击落了包括直升机和战机在内的538架飞行器，超过8400辆地面装甲无人机，以及还有近1500架无人机。不过火力军还是觉得这场战争并没有蔓延到北约国家的可能。你想想看，现在的俄军连乌克兰都不一定打得下，这还是北约没有甩开膀子提供武器呢。俄军现在整体战略就是一撤再撤，拼了命的空袭也收获不大，而且现在拦截率还很高，用的那些导弹对于俄军来说都非常昂贵，而且数量也非常少。毕竟乌克兰装备的防空系统越来越先进了。目前俄罗斯持续求和求谈，也直观说明其在战场的态势和内外情势。有些人觉得俄罗斯有可能会进攻乌克兰之外的国家，你觉得现在的俄军还有力气开辟第二战场吗？不要说攻击北约核心国家，就连芬兰、瑞典估计都不敢下手。原因很简单，常规军力俄罗斯连乌克兰都越来越抵挡不住了。当初克里米亚大桥被炸后，俄罗斯出动轰炸机对乌克兰进行大规模空袭，在黑海舰队被袭击以后又再次触动了，但乌克兰的拦截效率很高。随着德国援助的 IRIS-T 系统和美国援助的 NASA-MS 系统，还有其他北约成员将提供的防空系统，现在的乌克兰防空体系已经超过非常多的国家了，而且美国可能还会增加数量，提高规格。一旦提供了爱国者，乌克兰的天空将在较短期内就铁板一块。
现在的俄乌战争已经到了一个关键阶段了，俄罗斯越来越打不过，这个是要承认的，从俄军在战场上一次次吃瘪就能看出来了。但是乌军也需要喘一口气，一方面是要恢复生产、发展军工，制造各种武器来补充前线消耗，另一个就是需要构筑强大的防空体系，确保乌克兰领土安全。至少得美国把8套 NASA MS 系统，德国把4套 IRIS-T 系统运到并实战部署。如果再有英国、法国的紫苑防空系统，还有以色列的铁穹等，最后美国再来几套爱国者，那乌克兰的防空体系就基本万无一失了。也就是说，俄乌战场真正的转折点会是这些防空系统到位的数量与速度。乌克兰只有拥有铁板一块的天空，才能真正在战场上对俄军呈现压倒之势。当然，现在乌军希望通过远程火炮系统精确打击俄罗斯重要军事目标，包括后勤补给线，直接将前线俄军的压力拉满，迫使俄罗斯崩溃，从第聂伯河右岸完全撤退。事实上，战场态势也正朝着乌克兰的愿望发展。不过有一个需要注意的，那就是北约提供给乌克兰的炮弹并不是很多。显然，美国是希望能慢慢耗尽俄罗斯，而不是一下子把俄军打着缩回去。所以未来一段时间，乌克兰对俄罗斯的进攻还是要依靠高机动的火炮和火箭炮进行精确打击，而不是全覆盖炮轰。再就是乌克兰军力都是小的作战单元，配备好用量大的单兵装备，乘坐山地摩托等轻快载具。如果俄罗斯兵力分散，战线拉长，俄罗斯将毫不犹豫地迅速蚕食俄军军力。但目前双方基本形成了密集的对峙状态，乌军很难插入俄控区。目前来说，这种作战优势基本已经失去，更多的是为了避免被俄军大规模集中重创。目前来说，乌克兰还是需要迅速提升防空能力，而在进攻方面的提升则会比较慢。在天空基本安全以后，乌克兰就有条件发展军工、制造武器。短期来说，乌军不足以对俄军形成压倒性优势，但随后双方会有一个全面角力的时期，俄罗斯则将继续后退，直到完全退出乌克兰战场。这肯定会是俄乌战争的大趋势，所以目前的俄罗斯军力正在急速弱化，与北约战争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少，甚至可以说，从一开始俄罗斯就不想也不敢与北约开战，这也是为什么俄罗斯最近一直选择求和的原因。所以火力军还是觉得美国与其他北约国家调兵遣将只是预先采取的防范措施，毕竟俄乌近期也在大规模军事调动，在未来可能会出现比较大的变化，北约的动作就是为此提前准备。这样一来，局势依旧在北约掌控范围，即便俄罗斯在正面战场取得了优势，美军既可以选择下场干涉，也可以借助军事力量逼迫谈判。好了，本期内容就到这里了。你们觉得美军的动作频频是为了下场参战，还是为了控制欧洲呢？欢迎评论区讨论一下。我是火力军，咱们下期再见。